Hello，大家好。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，在2019年6月时，在中国豆瓣出现的未来人 KFK，而在同一年12月，在 Twitter 上，现在改名叫 X， 也出现一名来自2058年的未来人国分林。今天就带大家回顾及验日这两位时空旅人。现在回过头去看，很多都已经验证。现在2023年。2019年未来人出现时，已经隔了差不多4年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未来人 KFK 在网络上引起不少的轰动。里面有一句话，希望2019年的人能记得，上半年是你们最美好的一年，下半年进入动荡。回顾人类未来的常态，要好好珍惜。再后来，疫情爆发，世界各地到处都传出灾情，看着新闻报着其他国家的确诊人数日渐攀升，口罩之乱。疫苗短缺，有些国家甚至开始封城、实施宵禁、航班取消，造成恐慌的一阵子。不知道荧幕前的你们在回想时，有没有觉得2019年时一切是如此的正常美好？之后，整个世界像是被打乱一样，重新洗牌。而其中另外一位时空旅人国分林也非常的准确命中多则讯息。不过其中有一则是关于近期的未来。故事开始前，再请大家多多支持，帮我按赞跟订阅哦。首先，今天就带大家倒回2019年出现的2060时空旅人 KFK。在2019年6月22日时，未来人 KFK 第一次在豆瓣上说：“今天是来到2019年的第一天，也许某种意义说，我是时间的穷游者。”这位自称来自2060年的时空旅人。从他跟网友们的回答，依照时间顺序，我分类了出几项问答。不过你们会好奇吗？为什么是2019年呢？其他时间难道不好吗？当时就有网友问，为什么要来到2019年呢？ KFK 回答，因为今年地球上有很多事情在发生，回头看，这是人类转折的一年。不过真的是转折的一年，在之前所有人可能都没有设想过一个疫情带来的巨大变化。KFK 也说到，到时在2049年时会有一部网络剧，名字叫做2019，是一部怀旧片，是在全球热播，也就是距今在25年之后的未来。之后更有其他网友问，今年目前看来还不是所谓的多事之秋，能让今年特别到引起你的注意，难道是集中在下半年？或者其实是你的私人原因呢？ KFK 回答是在下半年。更有网友好奇问他，你是出生在哪一年呢？ KFK 回答2020年。那不就是明年就出生了？ KFK 说，是的，旅行的法则就是必须进入自己尚未出生的年代。我在2020年之前会离开这里。其他网友问，我还活着吗？ KFK 说，这个我不知道，但是在2019年下半年需要远离南方边境省份。南方边境省份能具体点吗？尽量离尼泊尔远一点。而最近一次大事发生是在几月呢？ KFK 回答8月。所以总结这3个问答，时间结合出来，不就是在2019年8月的尼泊尔吗？那时候印度发生克什米尔争议，许多学者认为这就是造成中国、巴基斯坦和印度这3个国家之间冲突的导火线。不过当时尼泊尔地区是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件。之后更是有网友问，请问您对我们2019年的人类说些什么呢？另外，请问未来父母、夫妻、子女这种传说的家庭伦理关系是否还会存在呢？现在如果学习各类外语，在未来是否还有用处？以后电影的这种造梦行业还会存在吗？ KFK 回答说，希望2019年的人能记得，上半年是你们最美好的一年，在下半年会进入动荡，更是人类未来的常态。父母、夫妻、子女的关系会在动荡中变得弱不禁风，许多伦理的东西会因为灾难、饥饿、战争而变得没有意义。语言的障碍会在2035年之后完全清除。反观现今社会，很多伦理关系倒是真的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翻翻社会新闻就可以看到。不过他说了，在2035年，也就是12年后的未来，不会有语言上的障碍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AI 科技的发展，所以以后会有能克服不同语言的科技出来。而且 KFK 更点出了在疫情时远端工作的盛行。有网友问，可以不去上班，在家工作吗？
只需要眼球植入，可以实现很多工作，对吗？不需要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。KFK 回答：20年在家办公，在20年代就很多行业都实现了。不过提问的人说到眼球植入，这个太过科幻了。但是在2019年就说了，远端工作的发展，如果在2019年前，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过能居家办公。再来是关于未来行业，有网友问，请问在20到30年代，转行就业事宜能拿到最大红利的行业是？ KFK 回答，20年代中后期从事生技农业，我印象中从事生技农业生产者的亲戚都很富有，这点我觉得蛮符合。比较大家现在都提倡健康饮食、有机产品。接下来我们换另外一个类别，有网友问到，下一个经济危机是哪一年呢？ KFK 回答，中国的虎年。虎年说的就是今年。现今世界到处都是通膨，而 KFK 也说到了，战争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发生？因为宗教和文明的冲突。现在以巴冲突跟乌俄都是宗教与文明间的不和谐。虽然这些言论看似都挺符合，不过在其他问答中，关于美国总统川普能连任的回答 ，KFK 说是川普，这个倒是出现错误啊，因为川普没有连任，继位的是拜登。再来是2019年出现在 Twitter 上的来自2058年的时空旅行者郭芬林。这位来自2058年的时空旅人首次在 Twitter 上发表贴文，是在2019年12月15日时，连续发表了8个贴文，其中2篇内容写到自己是为了在2019年留下旅行的痕迹，而且他只打算从2019年12月8号旅行到2020年9月29日为止。他是从2058年经过朋友们的协助下，使用时空传送装置来到这里的。在当时，他是东京某个国立大学的工学部专修建筑学的研究生。而在其他贴文里，依照时间顺序，分别是贴文上说了日本2020年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了27面金牌。东京奥运会属于夏季奥运会，以金牌数来说，日本最多是在1964年与2004年拿到了16面金牌。根据以往从日本参加的1912年奥运会开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。虽然很好奇27面金牌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来的，不过东京奥运会上日本真的拿到27面金牌，真的是完全命中了。2020年3月日本股市下跌，他还说只有相信的人可以得救。2020年3月真的发生了日本股市崩盘，还被称作是2020年黑色星期一。他在2019年12月15日时也说到，安倍总理于2020年9月请辞，而他的下位继任者是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。不过确实是这样，他的任期最后一天为2020年9月16日，继任他的位子的确实也是菅义伟。其中他也在2020年3月9日的贴文里说到，他是出生于2034年，其实跟 KFK 很相似。前面我有说到的一段话，时间旅行者有个规定，只能进入自己尚未出生的年代。接下来一样在同年2020年4月9日又发布了一则贴文，告诉大家不用担心，东京奥运会会在2021年7月23日举行。虽然可能有人会觉得困难，因为当时正是疫情时刻，然而东京奥运会真的如其像他说的，在2021年7月23日举办。大家是否还记得前面一开始我有说到过，他只打算时空旅行，从2019年9月8号到隔年2020年的9月29日。不过其实蛮有趣的，他在2020年9月30日发布了一则贴文说，完蛋了，我好像回不去，然后就消失了一段时间。再次出现时已经是2021年8月9号，他说他会再次尝试，能回去的时间是2021年9月28日。其实我挺好奇，中间这段时间他跑去哪里了？不过他也回答了网友们的疑问，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时代，他更是说出了这段时间他去做了什么。他说是为了偿还开发时空穿越机器的费用。当时在2058年时，他在暗网上募集了约3500亿元的日币，然后他在2019年来到了这个时代，用他的父亲的账户购买了1400颗以太币放在冷钱包里，然后藏在家中的后花园，打算在2058年时挖掘出来。虽然现在以太币一颗约32万日币左右，
所以意思是之后以太币能涨价吗？如果以后它要偿还开发时空穿越机器的费用，是不是就意味着之后以太币一颗等于2.5亿日元啊？不过这是后话了。我看大家有些人在下面留言询问他家在哪，要把它挖出来，这个比较有趣。而在同一日，他也发了其他贴文，说新冠疫情会在2024年9月宣布终止。不过在他发布的所有贴文里面，最特别的是，在他重新出现的那一天，2021年8月9号，发表了一则关于地震的贴文，这距离今天其实相差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更是在8月11日再次描述了相关的内容。我把2则贴文总结起来，他说他记得发生了2次地震，一次是2024年1月石胜冲地震，跟2037年1月的冲绳地震，但是后者在8月时，也就是2037年8月，还会有余震跟台风造成的灾害。之后，他更是描述了明年发生地震的日期是在2024年1月10日，最大地震强度是7，震级是8.2，距离今天还有24天左右。虽然前面说的好几个都准确的命中了，但是关于灾难，我还是希望尽量不要命中啦，不然大家可以开始存以太币了。最后，在2058年来的时空旅行者，也在2021年9月28日顺利离开了。那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再帮我点赞、订阅跟分享哦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喽。